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贝斯这个氮化镓的插线板。关于插线板和充电器，咱们频道也讲了很多了。贝斯呢，这个因为最近那么有一波比较大的这个降价，所以呢，这个贝斯65瓦这个插线板就变得特别的超值。那么这个我是打算放在桌面上的，因为放在桌面上的这个迷你的插线板，能够做到就是同时兼顾 AC、DC、快充这些性能的这个插线板并不多，而且这样一个形态呢，属于整体上来说是比较易于操控的，就它的那个常用的USB-C、USB-A 就是朝前方，那么交流的线呢是朝上，所以呢能够满足咱们在桌面上的很多这种用电的需求。关于氮化镓咱们还是花一点时间科普一下，就是氮化镓它不同于传统的这种开关电路，它的开关频率非常高。那一个很高的开关器件呢，一个很高频的开关器件呢，就可以让外围的这个电容电感它的这个尺寸都可以显著的缩小。所以采用氮化镓作为开关电源或者叫二次电源的这种核心器件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体的电路做得非常小，功率做得非常高，这就是氮化镓的魅力之所在了。氮化镓这个技术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那么后续咱们频道会专门做一些关于氮化镓的这个内容给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叫 Gallium Nitro 3 Pro Desktop Power Strip， 这是桌面级的一个便携迷你插线板。它的特点呢，就是支持 AC2U2C 65瓦，那么它有 AC 口，同时呢有2个 USB-A 和2个 USB-C， 它的体积很小，它用了氮化镓的技术，那么它支持65瓦4口充电。那关于氮化镓的充电器我之前也有这个贝斯的那65瓦，那个是 2C1A 的，但这个是 2C2A， 就可以同时充更多的这个设备，但是总功率是不超过65的。那它是交流直流一体的，并且呢是有安全保护门，就是所有的 AC 开关上里面是有安全保护的，那么不会是误触。那么背后是它的一些典型的使用场景，就是它有一个 AC 口给你的电源供电，那同时可以充4个不同的设备。包装背后是它一些典型的特性。那么这里面咱可以拉进去看一看，这里面实际上把它的整体的参数都已经说清楚了。它的总重量是341克，并不算很重，而且桌面上本身这个重量也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那么关于它的输出功率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它的2个 USB-A 口 USB-A 的输出是5伏1安是5瓦，那么 USB-2 的输出这个就比较强了，它是 4.5伏5安，那就是可以达到 22.5 瓦的最高输出功率。所以呢这个 USB-2 的这个接口就比较特殊，咱们待会儿会看到它的2个 USB-A 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那么 USB-A 的话是黑色， USB-2 呢是这个橙色，橙色呢就支持快充的一个 USB-A。 Type-C 的2个口都输出的时候，那么它是45+20的一个配置。如果 Type-C 的这个 C2 加 USB 输出，那整体是5伏3安的一个能力。如果 Type-C1 加 USB-2 呢是45瓦加18瓦的一个配置。C1、C2 加 USB-1 65瓦。然后这些就是当你不同的使用模式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功率的分配策略是不一样，所以这点使用上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就尽量首选用 C， 那么 C 插满了之后呢，那再去插这个黑色 USB， 或者是你就单独用 USB-2。 好了，那咱们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简短的开箱，因为对电源类的这个产品呢，我个人是特别的着迷的，就这种充电器充电宝充电头这已经不计其数了。那么关于这个氮化镓技术最近大家也知道，就是行业里面最近也迎来了一波比较大的这个技术的升级，所以呢贝斯的这一波原来做的这些氮化镓的这个插线板都迎来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降价，所以现在入手贝斯的这个插线板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候。包装里面随附了一个品质挺高的一个 C 到 C 的线，这个 C 到 C 的线呢，手感上和之前那个120瓦充电头的那个 C 到 C 线是一致的，手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支持到USB PD 100瓦的那个一根线，品质很高，并且还带了一个魔术贴。那么这是这个插线板的具体的样子，它的这个接口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尺寸呢，会比原来的那个65瓦的充电头要稍微长那么一些。我这里刚好有贝斯的那个65瓦充电头，就 2C1A 的65瓦氮化镓，大家可以比一比，就是它的尺寸呢会比这个65瓦充电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把这个 AC 的这个口加上4个油口全部都做进去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应该说尺寸控制在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水平，所以这点设计呢是非常出色的。AC 口的设计是满足新国标的要求的，就它既兼容双口的 AC 也兼容3口的 AC， 这是国标插座。那非国标的那些插座大家可能需要借助一些转换头才可以使用，但是一般放在办公室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新国标的这种要求还是一般都能满足要求的。
然后线缆的这个长度呢，也是满足新国标的。原来这是旧国标是0.75的线径，新国标统一都改成了1.0毫米的这个1.0平方毫米的这个线径，所以这里面是3个1.0毫米的导线同质的。那么最终呢，这边是一个3口的 AC 火线、零线、地线，并且考虑到这个插座拔插的时候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受力，所以它两侧做了一个这个形状。那你在插入和拔出的时候，这个操作手感会非常好，而且呢也进一步的可以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因为你握持的这个时候，你的手是完全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电子触点的。另外就是关于 AC 口，大家要注意有一个细节，大家看这个地线永远是比火线和零线要长的，也就是当你插入的时候，一定是地线先和大地相连，当你拔出的时候，也是地线最后和这个大地断开，这都是一些安全上的设计。这些细节，大家如果我经常玩这个电源类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应该就耳熟能详了。那这个65瓦，当时这个是这个双口的插座，那这个的话就是把65瓦做在这里面。关于 USB-A 的这个 USB 口的那个标号啊，这里面也有它的介绍。比如说这个非橙色的黑色的这个就 USB-1 是不支持快充的，而 USB-2 的话呢，单独使用是可以跑到很高的输出功率，刚才咱们已经看过了。那 USB Type C1 和 C2 对咱们日常使用来说，基本上是不需要怎么去区分它的这个大小功率的，尽管它们在设计上的确有区别，但是对于我们日常充手机来说，基本上没这块的影响。反倒是这个 USB-2 使用的时候呢，要比较的注意，这里面它的这个供电分配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后面同样有它的整个关于它的供电策略的介绍，大家可以放进之后呢去看一看。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这个产品参数的这个充电的组合表。那么大家把这个组合表好好看一看，这个会帮助你最好的去使用这个插线板。我阅读下来，我的感受是，最佳的使用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去。大家看啊，这最佳的使用方式就是 C1 和 C2， 如果你只用了一个 USB-C， 不管是 C1 还是 C2， 那么它都可以跑满，跑到65瓦的极限功率。但是如果你以组合接口的方式去使用的话，尽量是先把 C 口用满，然后呢再用 USB-1， 再用 USB-2。那如果说你只有一个 USB-A 的话，那么首选是插 USB-2， 因为 USB-2 呢能够支持很高的输出功率，它可以最高输出20伏30安，也就是最高能够输出60瓦。那么这个电源插线板插上电之后呢，是有一个指示灯的。这个指示灯呢，它是偏这个冷色的，整体上也比较协调。通过自动枚举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口因为它支持快充，所以它对于快充协议的支持是很强的。它的 QC3 能支持到 13.6， 而 QC2 呢能够支持20伏。这是为什么它可以在20伏3安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就是 QC2.0 的协议。那除此之外呢，三星的快充协议支持到12伏，华为的 FCP 和 SCP 呢都能够支持到最高档位。那么 FCP 呢能跑到12伏，而这 SCP 呢能跑到这个 5.5伏，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能力。所以20伏3安实际上是走的是高通的这个 QC 2.0 的协议。那咱们接下来用它这个随附的这根线缆啊，去看一看这个 C 口的这个充电的能力。当然现在我们测的都是单一接口，关于组合接口的充电能力的话，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功率分配表，这里呢咱们就不再做过多展示了，因为组合接口的时候，它的快充协议呢会有一定的限制，这时候它的这个充电的策略会做相应的处理。那在这个快充协议的支持上呢，它可以说也是做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它和之前的那个橙色的 USB-A 它协议的支持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呢，你看它这个三星的 AFC 是不支持的，而那个华为的 SCP 呢也是不支持的。那么除此之外，它的能力和那个 USB-A 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 Power Delivery 它到底能够支持什么样的能力。那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ower Delivery 的话，20伏可以到 3.25， 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可以跑到65瓦的功率。而 PPS 的话呢，能够支持到11伏5安，也就是可以跑到55瓦的充电功率。所以这些设计上都是比较出色的。那么随附这根电缆也是频值比较高的，那么65瓦一定是可以跑满的。那这根线根据我的经验，跑到100瓦也是可以支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贝斯的这个氮化镓 Gallium Nitride 3 Pro 它 Desktop Power Strip 的这个全部介绍了。那么这个设计上是比较漂亮，然后呢用起来也比较舒服。整体上来说，能够满足一些中度或者轻度和中度的这种办公啊，包括用电的需求。那整体上是很方便的，放在桌面上 AC 口直接一插，那么充电口往这一摆，所以整体上很优雅。我觉得这个插线板是我目前用过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插线板。那美中不足的一点当然也有了，就是这个 AC 口的数量稍微有点少如果能够给到2个或者是3个的话，就这一个，
那样的话会更好。而且这个功率是完全能够支持的，因为这个新国标它可以支持2500瓦的功率，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将来如果贝斯继续做这类产品的话，可以考虑把那个多个 AC 口给加上。那么同时呢，这个氮化镓的这个功率分配的这个策略也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就是让用户不管在以什么情况下进行组合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跑到标称的65瓦的满功率。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